布鲁克积木人不是做了奥特曼嘛，然后人气也是特别的火爆的，最近又做了假面骑士，很多人让我去评测一下假面骑士的。而我吧对布鲁克其实也不算太了解，然后刚好呢我朋友最近送了我3个布鲁克，这张本身自己就买过一次嘛，因为这个比例是和正比例特别接近，所以说就买来玩了。而正常情况下呢，布鲁克的积木人呢都是比例非常之 Q 的，所以说呢我也没有太感兴趣。所以呢今天就来简单的看一下布鲁克的积木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素质呢？我之所以买这个金骨桥，除了比例之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便宜了。这就是布鲁克最大的优势嘛，一盒才20，要什么自行车呢？当然它也是受成本限制的原因嘛，所以说呢做的很多地方都是比较偷懒的，阉割一些细节还有涂装什么的，但是这里效果确实看起来还可以。所以在价格低的前提下呢，它的质量造型做的还不错，而且说的就是还多，谁不喜欢呢？布鲁克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说也不算重。比如说这一个布鲁呢是21克，然后这一个盔甲稍微多一些嘛，所以说重一点25克。布鲁克毕竟价格放在这里嘛，所以说呢当然是以橙色为主。可以看到呢这个浑身红色都是可以荧光的，还有眼睛，其他的都是不怎么可以荧光，主要就是眼睛再加上这浑身的一印。然后布鲁克的积木人呢也是有2个版本嘛，一种就是可以发光的闪耀版，一种是不可发光的群星版。这个可以发光的版本呢，它的灯就是说是摇晃一下它就会自己亮，需要使点力气。好，亮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一个头灯不亮，然后胸灯还中奖了，多了一块银色的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胸灯亮了，头灯却没有亮。他们2个共用的是一个灯组，在这个胸口里面埋着呢，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可以看到它是有把这一个灯呢传到头上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亮。当然也可能是光线的问题，因为往上的时候确实能看得清它的眼灯在亮。然后布鲁克的造型也非常简单嘛，你比如说布鲁的话，它就是整个下半身没有装甲，所以说就全都是靠印上去的这些细节就没了。背面的话当然是偷色了，不过它有的时候也会给你一些颜色，比如说它这个背甲的肩把银色分色给你涂出来了。而如果说有装甲的话，就是直接 C 扣上去一个小腿装甲，一个大腿装甲就完事了。然后胳膊也是一样的喽，如果说有装甲的话，就是这么一个 C 扣上去就完事。肩甲有的话就是再直接插上。如果说腰部有装甲的话，就直接套上这么一个环儿，然后就是胸部套上一个胸部装甲就完事了。头部呢就是单独的一个分件喽。然后说到这个头部的话就很有意思，它的身体呢就是 Q 版比例的，但是头部呢却是正比例的。然后这个因为是闪耀版嘛，所以说呢就是因为灯的缘故就没有涂底色，所以说看的是非常暗淡的，不亮灯的话就是死难看。我们拿一个万代 HF 的头来对比一下，可以看到呢可以说是几乎完全一样大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正比例。所以说呢你可以改造一下给 HF 用，因为 HF 的话它是直装，然后它呢是球形关节，所以说呢假面骑士的话一般是可以用，但是 HF 奥特曼的话就有点难用布鲁克的头了。然后这头部呢看着挺漂亮，听他们说的这些银色其实是橙色，你看这个水纹也是非常明显的。我是不太确定哈，毕竟呢这个银色的发丝怎么看都不像是橙色，能做这么好吗？不然的话万代它那拼装怎么回事呢？但是也确实看得出来区别，比如说这个肩甲呢是一个单独的分件嘛，所以说呢它这是用橙色的可能性很大。你看这里呢就不可能了，对吧？因为它是在这个蓝色的胸部上喷了这个银色的分色，你看这个肯定是喷的是颜色更加的亮一些，比这一个要亮上很多，就能看得出来区别。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橙色的话，那确实是效果太好了。而大小方面和 HF 对比的话，就会看到是小了非常多，只是头是正比例而且一样大，身体呢就是纯 Q 版比例了。它的大小呢其实是和万代的超重掌动那些是一样大的，但是呢它因为是头部太大嘛，所以说身体呢其实是要比它要小了很多很多，只是整体一样高罢了。所以像布鲁克的这些大头的怪兽的话，还是勉强可以和这一个掌动超重什么的搭配一下，但是奥特曼真的算了，因为头太大了嘛。怪兽你或许看不出来，但真的是和奥特曼是一样的素体，你看把它这些套子拆开来就能看得出来，就是一样的。开模的精细程度也不用多赘述，对吧？你看这么复杂脸呢都能开得特别对称，就能看得出来开模是有实力的。你看这刻线的细节多清楚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可动方面的话，拿这一个看一下吧，低头抬头幅度都不怎么地，然后转动没问题。胳膊的平台呢是只能达到45度，并不是有干涉的问题，是因为它这个就是一个球形关节，所以说呢可动是非常差的。它这一个装甲呢是 C 扣连接的嘛，所以说是可以自由活动的，但这里不能算是可动，因为不还原设定嘛。然后曲轴的话是能够达到90度，手腕的话是一个直装连接的，所以说呢是只有平转关节。然后胸腹部没有可动嘛，但是假面骑士后面是加了这一个胸腹部可动的。然后就是胳膊还有腿的侧踢也是都有了，奥特曼呢是没有的，就是说腿部呢也是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侧踢幅度，因为它底下是球形关节嘛。然后转动的话是有一节的，然后胳膊肘和膝盖这里呢也都是直装连接的，所以说呢也是可以平转的。曲轴幅度呢能够达到90度，脚腕这次是球形关节了，所以说勉强算得上是灵活。总的来说一圈把一下之后呢，假面骑士那一个可动绝对是可以的，这个呢勉强够用，只不过它手型的话，它没有那一个光线手的话，你想摆个光线都摆不了。哦，好像给你光线手也摆不出来。而配件方面呢，是要么一个配件都不给你，要么是给你一个特效件或者是武器，总之要么是1或要么就是0。给不给配件不是随机的，就是说他这一个角色他就是固定带这1个或2个配件的。对于假面骑士来说呢，就更抽象了。你看他这老刚不给武器，确实有点不应该呀。毕竟呢，他那武器就是他的变身器，
所以布鲁克吉姆人的话，最大的槽点就是配件太少了，其他的倒是没什么问题。毕竟这个价格还有什么自行车呢，对吧？